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半夜11点，我才忙完了一天的家务。每天我不仅要给瘫痪在床20年婆婆喂饭换洗衣服，还要准备儿子、小姑子还有丈夫的1日3餐，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。每天从早晨5点钟起床，12点睡觉，就这样繁重的工作量，还要冠上一个在家吃白饭家庭主妇的名号。直到今天，喝得醉醺醺的丈夫回到家后，帮他脱下外套的我，看到衬衫领口那一抹鲜红的口红印，还有之前在他手机里无意中看到的无数条暧昧信息，我终于爆发了。我每天在家里像个保姆一样，任劳任怨侍候你们这一大家子，连件50块的衣服都不舍得买。王宇，你在外面花天酒地找女人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要和你离婚。丈夫王军却只是轻蔑地看了我一眼，这都是应酬，知道吗？老子不去陪客户喝酒，哪来的钱养你？你一个家庭主妇离了我活得了吗？没房没钱的，出了门就直接饿死了吧。而儿子王天此刻出来倒水，看到了眼前的一幕，不仅没帮我说，反而冷笑道：妈，爸在外面天天加班不容易，你就别跟他吵了，明天还要早起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是家庭主妇，天天闲得要死，想睡到几点起就几点起？听自己一手带大的儿子这样说，我心寒得彻底，但还是不死心地问了一句：如果我和你爸离婚，你准备跟谁？王天翻了个白眼：你一个家庭主妇，1分钱也没有。我以后是要出国留学的，知道要花多少钱吗？你愿意一个人过苦日子你就去，可别耽误了我的前程。他此刻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垃圾似的，没有半点情分，只有嫌恶。出了家门，我万念俱灰地行走在人烟稀少的马路上，默默流着眼泪。今天我才发现唯一的儿子王天的冷漠和自私。王天因为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后免疫力低下，经常闹病。打那时候起，我就为了他辞了高薪工作，在家专心照顾他，做起了家庭主妇。后来公公去世了，没人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和年幼的小姑子，他们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，这些重担自然全都落到了我这个吃白饭的人的身上。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，空荡的街道上突然出现了一披着面纱的神秘女人。神明感受到了你的绝望，你可以用你身上在最美好的品质换幸运值，品质越好，幸运值越多。看着他，我既害怕又怀疑地问道：我身上最没少的品质，那是什么？他诡异一笑：责任感，既是你的优点，也会是束缚你一生的枷锁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难怪不管丈夫那一大家子怎样刁难我，婚姻一团糟，我最后都能忍耐。原来我最美好的品质是责任。我点了点头，但依然怀疑地看着他。女人却只留下一句话：估算出你的责任感有1000分，可兑换幸运值1000点。明天你或者你的至亲去买彩票，会中上10个亿，然后便消失了，也不管此刻是深夜了。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，我给我妈打了一通电话：妈，明天一定去买注彩票，什么都行，能中上大奖。我妈被我扰了清梦，虽然很是愤怒，但最后在我的坚持下被迫同意了。我不可能自己去，本来和王宇就要离婚，婚内中上大奖还有分一半给他，那我宁愿不中。当王天给我打了10个电话，都被我连1秒都没有思考，果断拒接后，我发现责任感这东西我是真没有了。我不再总是提醒自己要做一名合格的妈妈，不会愧疚。第一次感到这样轻松呀！我在旅馆里住了2天，第2天晚上，我妈就激动地给我打了电话：闺女，
我买彩票真中上10个亿了！天哪，你是怎么知道一定会中大奖的？那女人说的果然是真的。伴随着一夜暴富的兴奋，随之而来的是冷静。妈，我准备和王宇离婚了，王天的抚养权我也不准备要，所以除了我爸，任何人你都不要告诉我们中奖了，知道吗？电话里那头安静了几秒，我妈叹了口气，离了好，你总算想通了。看你在那家里天天累的都能顶10个保姆了。我和你爸别提有多心疼了，王天那个白眼狼不要就对了。你放心，中奖这事我俩谁都不说，你就安安心心的打离婚，爸妈永远支持你。我和王宇是大学同学，大一的时候他追求我一直没答应，直到有一次我发烧，他半夜起来给我带了一碗馄饨，我一感动就答应了，丝毫没在意他贫穷到极致的家境，不顾父母反对，毅然决然没要一分彩礼，反而陪嫁20万嫁给他，10年如一日的爱，这个家庭如今看来简直是一场笑话。第3天早晨，我刚踏进家门，便看到家里此刻一片狼藉，沙发上衣服鞋子散落一地，餐桌上外卖盒子堆成小山模样，还散发着馊味。卧室里还传来婆婆的哀嚎声和咒骂声。小姑子化着精致的妆容从屋里出来，一看到我，眼睛就立刻散发出恶毒的光，拿着手里的 LV 包就朝我砸来。江婉，你这个贱人，这2天跑到哪里去了？害我照顾我妈那个老不死的累得皮肤都皱了，还不快把家收拾了，再给我炖碗燕窝过来。要是在以前，为了维护家庭关系，即使小姑子再怎么样飞扬跋扈，我都会忍耐。因为把小姑子接过来的那天，王宇就嘱咐过我，为了供我上大学，我妹从小就缺衣少食，过得艰苦。我妈又瘫痪多年，没法照顾她。如今我爸也死了，她只有我一个亲人了。你是我老婆，以后一定要代替我好好照顾她。我被好妻子这个头衔责任绑架了，所以从小姑子王莲15岁来我家开始起，我就尽量满足她的每一个要求。王宇给我的生活费有限，又有这一大家子的生活开销。小姑娘青春期爱美，即使过年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一件新衣。可是为了满足王莲的虚荣，大几千的化妆品衣服我眼睛都没眨给她买了，但是她却越来越得寸进尺，稍有不如意就对我呼来喝去，导致王天也对我这个妈妈越来越不尊重了。我忍了10年，今天我不会再忍了。我冷笑着把包捡起来，直接打开门往外一扔，在他惊诧的目光下，随手拿了块擦鞋布堵住他的嘴。贱人也是你叫的，嘴比鞋都脏，正好拿抹布擦擦，看看还能干净吗？再敢这么叫我，把你嘴巴撕烂信吗？王莲暴跳如雷的一把扯出抹布，冲进卫生间去洗嘴巴，一边洗一边大骂：贱人，你敢这么对我？等我哥回来，看他怎么收拾你！我走到他后面，一把扯住他头发，将他脑袋狠狠往水池里摁。还敢这么叫我？看来是刚刚的教训不够呀！放开我！他拼命挣扎，我却越发用力拽着他的头发，让他抬起头呼吸一口空气，然后摁住头在水里1分钟任他扑腾，反复几次狠辣无情。直到他面色苍白如纸，剧烈咳嗽的差点喘不过来气，我才松开手。离开前还不忘丢下一句话：出去鬼混前把家收拾干净，否则有你好受的，知道吗？婆婆房间内，短短2天时间，老太太此刻已经蓬头垢面，衣服上还挂着菜汤，也没人帮擦，身上还隐隐散发着屎尿的臭味。他看见我来，眼睛一亮，转而对我怒目而视：这几天你去哪了？让我宝贝闺女照顾我，她什么也不会干呀！
懒婆娘是不是躲到你妈那偷懒去了？再不听话，我叫我儿子大棒子把你轰出去，信不信？果然，恶毒基因是遗传的，从老到少都是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。但我跟着老太婆还有一出戏要唱，现在还不能撕破脸。我笑，妈，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专家，专治半身不遂的。我好不容易找到这医生咨询了，他说您这病能治。转而我又装作一脸为难的样子，只是手术费需要几十万，恐怕咱家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。老太婆一听自己有望康复，立刻一脸兴奋，真的，媳妇，我就知道还是你最关心我，几十万无所谓，让你爸妈把住那房子卖了钱不就够了？之后租房子住，我要是病好了，就不用你床前床后侍候了。他们就你这一女儿，也该多为你分担些。我被这不要脸的行为着实一惊，看我没答应，他脸色一沉，转而破口大骂：怎么，你不乐意？白眼狼吃我儿子住我儿子的，让你拿几十万孝敬我，在这抠抠搜搜的。你爸妈死了，什么东西不是留给我孙子的？我提前用点怎么了？握紧拳头，我强压着怒气说道：妈，卖房子需要时间的。那个专家在这待1个月就要飞北京了，想要来钱快其实很简单，现在有种方式叫做直播赚钱。他愣了愣，直播？我还是头一次听说，怎么赚钱呀？我拿出手机，点开几个视频给他看，只需要把我俩婆媳相处模式发出去就行，不过一定要是婆媳和睦的。网友乐意看，您呀说我的好话越多，打赏的人越多，那没问题，只要有钱赚，我保证配合。见他答应我，立刻打开直播，将手机架起来，动作熟练地开始做着之前每一天做的事情。只不过这次老太婆在旁边没有呵斥，而对我一顿猛夸。我呀在床上瘫了20多年了，都是我媳妇每天起早贪黑的照顾我。我儿子能娶到这样的媳妇，真是祖上积德了。现在我需要医药费，儿媳妇都准备把他爸妈房子卖了给我治病，真是孝顺呀。我看了眼观看人数，倒是有几百个人观看，但打赏的人没几个。为了让老太婆相信，直播半小时后，我欣喜地把手机余额给她看。妈，你看，就这半小时有将近2万块的打赏呢，我们可要再接再厉。待会我就带你去医院，先做个全身检查。她一脸贪婪地看着屏幕，我冷哼，这些钱都是我提前转好钱，让一朋友打赏的。我需要在网络上留下痕迹，才好抓准时机，让王宇身败名裂。王天妈妈吗？王天在学校里殴打同学，请你来学校一趟解决此事。王天班主任声音严肃地说道。等我到了学校办公室，便看到一男孩被打得鼻青脸肿坐在那，而王天除了身上脏点以外，身上没有一点伤，把头撇下一边，一脸不服训的表情。看到我一脸鄙夷，老师，我不是让你把我爸请来吗？怎么找这没用的女人来了？他能解决什么问题？班主任听他这态度一惊，怎么和你妈妈说话呢？你爸爸电话打不通。被打的男孩妈妈看到我，情绪无比激动。王天妈妈吧，你看你家王天把我家小彻打成什么样子了，门牙都打掉2颗。我家小彻平时很乖的，只知道学习，不会主动挑事的。我看了眼那男孩，长得斯斯文文的，戴着黑框眼镜，一看就是好学生。反观王天此刻还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谁叫我让他帮我值日，他拒绝的。同学就要有爱互助，老子今天就教教他规矩。转头看我，拿钱赔医药费，你去道歉，这点小事也要我教你？果然是家庭妇女，怪不得我爸不要你。啪！我狠狠朝他脸上甩了一个耳光。王天捂着嘴，一脸不可置信。
张口就要开骂，贱！我又啪啪几个耳光左右开弓甩在他脸上，每一巴掌都使了十足的力气。他被我打得头晕眼花，直接吐了口血沫，伴着打碎的牙齿，看见一地的血，差点没晕过去。班主任吓了一跳，赶忙上前拦我：“王天妈妈，再生气也不能这样打孩子，您冷静下。”我甩了甩有些打痛的手，一脸真诚地看着班主任。这种欺负同学毫无悔意的学生，我建议学校秉公处理，该记过记过，该开除开除，我绝无异议。然后我朝小彻妈妈鞠了一躬，我对王天无礼的行为向你真挚道歉，医药费以及后续一切费用我们全包。话音刚落，王天口齿不清地指着我鼻子骂：“你敢这么对我？你是不是疯了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别忘了我是你妈，我打你也好骂也罢，天经地义，不服气呀你就去报警，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呀。他气得胸口剧烈起伏，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，发现我来真的，再也不可能像以前对他唯命是从了，只好闭嘴。我陪同小彻和他妈妈一起去医院。班主任看我这边认错态度良好，又狠狠地教训了王天。小彻家长这边也出了口恶气，王天没有被开除，只是记了一过。可王天这次却是彻底恨上了我，以后想要我给你养老，做梦吧！我嗤笑，要你这样的白眼狼养老，我还不如养条狗实在。我与他的母子情分在那天晚上就已经断了。这蠢货怕不是想吃屁，和我妈又去看了几套房子。回到那个家的时候，已经晚上9点了。我推开门，便听见王天和王莲哭天喊地的嚎着，不知道的以为在哭丧。我慢悠悠地换好鞋子进屋，随意扫了一眼，王宇正坐在沙发上抽着烟，一脸不耐烦。王莲眼泪汪汪地摇晃着他的手臂，哭诉着，而王天顶着一张猪头脸，愤恨地摔着东西。看见我来，他俩潜意识地瑟缩了一下，却又看了眼王宇，又有了勇气，大喊：“爸，打死这个臭女人！哥，狠狠扇她，给我出气！”王宇挺着肚子，咬牙切齿，冲我大喊：“江晚，你还敢回来？你把我妹妹差点拿水淹死，把你儿子打成猪头，还让他在学校里记过丢我的人，离家出走，电话不接，你还有没有一点为人妻为人母的本分？为了自己轻松，还把我妈送去住院调养身体，花着我的钱当好人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！我在外面辛苦赚钱养你，你如今是硬气了。这个婚我看是过不下去了，明天我们就去离婚。”你净身出户，他越说越起劲，还在那叭叭个没完。我却面色平静地坐在沙发的另一边，悄悄按下录音键，淡淡笑道：“想离婚可以呀，房子财产一人一半，这房子装修是我出的钱，还贷也是婚后我们一起还的。没做家庭主妇前，我月薪3万，这些年的损失高达100万，要这些补偿是我亏了。”王宇瞪着我：“你怕不是在做梦？我告诉你，明天和我乖乖离婚，我还可以给你几万补偿费，否则1分也没有。实话跟你讲，老子在外面是有女人了。”你猜的没错，紧接着竟然拿起厨房里的菜刀递给我。现在看见你这黄脸婆，我就恶心，所以你不如拿把刀了结自己得了。活着除了浪费粮食还有什么用？他这是打算让我情绪失控，然后受不住刺激拿刀了解自己呀。我却只是笑了笑，压根没看那刀一眼。婚内出轨还敢大声讲出来的，你恐怕还是第一人。想离婚和情人双宿双飞，1分钱都别想少给，要不咱就这样耗着，看谁能耗过谁。他没想到激将法对我没用，眼底闪过一抹失望，转而面露讥讽：“
你这是终于明白离开我是活不下去，还想继续纠缠我呀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心有所属，这婚早晚要离。”说完，把刀咣的一声砸向一边，准备起身要走。王莲、王宇见状想要拦，却被他一把推开了。等你想清楚，同意和我离婚，我再回来。门被用力一摔，头都没回一下。看来这男人不仅对我无情，对他这一大家子也没见得有什么情意。明知道跟我已经撕破脸了，还这样有恃无恐。我之前是有多懦弱呀！房间里此刻诡异的安静下来。我瞥了眼王莲，他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就想要回房间，却被我一把拽住衣服领子给拖了回来。我指了指依然乱成一团的餐桌茶几，之前我交代你把家收拾干净，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。他梗着脖子，我哥不要了的破鞋，威风什么？知道我哥出轨了，还死赖着不滚，不就是图我们家钱吗？还敢使唤我做事？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我道歉，我说不定还会帮你跟我哥说两句好话，否则就等着饿死吧。王天也在一旁附和：“姑姑说的没错，下跪道歉后就去给我们做饭。”我点了点头。然后从包里抽出刚刚买的马鞭，在沙发上狠狠抽了一下，牛皮沙发立刻破了一道口子。来了，让谁下跪道歉呀？王莲、王天、江小姐，他们现在在思域酒店1103房间。我请的私家侦探大姐给我打电话汇报王宇的行踪。走之前，我把头发弄乱，衣服上沾满油渍污渍。穿了双拖鞋，背上战包出门，把自己打扮得狼狈不堪。到达酒店后，我看了眼侦探大姐，待会跟紧我见机行事。我跑到前台，焦急说道：“前台小姐，我婆婆如今在医院治疗，可是我老公一眼没去看过她，今天实在想见一面。我从我老公同事那里知道，他住在1103房间办公。可是他手机我打不通，能不能请您通融下，陪同我去开下门？老人家此刻说不定是回光返照，这有可能是最后一面呀！”我眼泪汪汪。前台看见我此刻的打扮，看了一眼诊断单，又听了我的说辞，不疑有他，拿出万能房卡就要带我们过去。他带着我们上了11楼，在一间房门外停了下来。我站在他身后，默默把直播功能打开，对着镜头说：“家人们，我婆婆已经3个月没见我老公一面了，今天就想见他一面。此刻我老公正在酒店房间里工作，联系不上。还好有善解人意的前台小姐姐通融，希望我打搅她不会生气。这2天我坚持直播。”老太婆每天看见打赏乐得跟朵花，好话跟不要钱似的，在直播的时候夸我。短短几天，粉丝就破万了。我好儿媳、好老婆的名声已经深入人心。这不刚说完这段话，流量一下子起来了，直播间瞬间涌上几千人。评论区：我天，3个月不见亲妈一面，儿子太无情了吧？看你现在的穿着打扮，真的很急吧？之前看你直播，老太太去了医院，都这样，儿子都不来看一眼，快让我们看看这儿子长什么样。姐姐不容易呀，不过有谁办公跑到酒店里来开房间的？电话还打不通，不会有猫腻吧？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。滴滴，房卡贴上，门叮的一声开了。随之传来的声音让人听了忍不住脸红心跳。一进门，一对男女正纠缠在一起。直播间 WC 刺激，天哪，好恶心！姐姐好惨，被这样的人渣愚弄了。老母亲瘫痪，儿媳一直尽孝，儿子偷情也不怕被雷劈。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，王宇眼神有些迷离地看向门外。看到我，如同看到鬼一样大叫：“江晚，你这个贱人不在家，
怎么跑到这来了？滚！而我却将手机直接递给旁边的侦探大姐，冲她使个眼色。前台小姐一看涉及到顾客隐私，想要拦，却被侦探大姐死命拉住了。她把手机举得老高，生怕拍得不清楚。我声泪俱下的一边喊一边拿起桌上的水壶、杂志、盘子向那对狗男女砸去。王宇，你这个渣男！你亲妈3个月不见一面，在这找小三云里来雨里去，你对得起我吗？王宇和那女人拼命用被子捂，水壶里盛满热水向他们砸过去的时候，被子拦了一下，可水如数洒在他们的身上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，然后更是被杂志和盘子这样的硬物砸中。王宇疼得直接从床上摔了下来，连被子都顾不得遮。我却不准备这样轻易放过他，从地上捡起本杂志，便向这对狗男女一顿猛砸，每一下都砸在他们的皮肤上，一边砸一边骂：贱女渣男，背着我乱搞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们！他俩疼得抱着头四处逃窜，厚重的头发遮住女人的面容。我一把抓住她头发，把她的脸对到镜头面前，让大家看看这个不要脸的小三长什么样子。女人吓得拼命挣脱哀嚎。王宇冲上来，把脚抬起，想要狠狠踢我的腰。他知道，因为多年操劳家务，我的腰早废了。去年刚做完手术，这一脚下来，我不残也废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把杂志狠狠甩到他抬起的腿上，他立刻倒了下去，疼得直打滚。我心想着戏差不多了，于是甩开女人，拿起一旁镶满铆钉的包，疯了般一下下的朝他身上砸去，一边砸一边哭。知道我去年刚做完腰部修复手术，你往我腰上踢，王宇，你是想要我的命呀？夫妻一场，你竟然这样狠心！我今天就要和你同归于尽。我知道刚刚我把王宇和小三打得这么惨，肯定会有一批圣母心说我报复得太过，心狠手辣，不卖惨，舆论是不能完全站在我这边的。前台此时正拖开侦探大姐，赶忙报警。30分钟后，满身是伤、奄奄一息的王宇和小三，还有我在警察局里接受审问。王宇看见进来的警察，恶人先告状：警察同志，这个毒妇要谋杀我和我家亲爱的，我们要立刻验伤，告他故意杀人罪。女人趴在王宇身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没错，警察同志，你看我的脸被他打的差点毁容了，把他抓起来枪毙，贱人！而我却神色淡定说道：警察同志，我和王宇是合法夫妻，今天过去找他是他妈妈实在想要见他一面，谁知道会碰见他偷情背叛我们的婚姻，我才一时激动打了他们。刚刚他明知道我的腰有救急，还要狠狠踹我，这一脚下去我非瘫了不可，我也要告他谋杀罪。王宇瞪着我青筋暴起：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，是你缠着我不放，算什么婚内出轨？就是你这个贱人趁此机会谋害我，毒妇！女人也在那附和：没错，宇哥早就不爱你这个黄脸婆了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算什么出轨？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。我哈哈大笑：那我们离婚了吗？王宇，一天不离婚一天，你跟别的女人乱搞就是偷情，我打你俩天经地义。警察被我们吵得头疼。好了，安静，留下来做笔录，配合我们调查，我们自会判断。最后警察把我们今天的行为判定为家庭矛盾纷争。王宇和小三的伤确实有点重，让我赔一笔医疗费就算完事了。出来后，王宇要不是此刻全身都疼，恨不能在警察局再对我拳脚相加，立刻从我房子里搬出去。明天我就会向法院起诉离婚。你把我打成这样，还想分家产是不可能了。
见人就等着净身出户饿死吧。我嗤笑，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刚刚捉奸的时候，我可是全程直播，婚内出轨的证据是板上钉钉了。该滚出那房子的人是你，你就等着法院的人清房子吧。无视他骂骂咧咧的声音，我直接上了出租车，还差最后一步，我就要过上挥金如土奢靡的生活了，想想就开心。第二天，我就将之前的录音和直播的录屏截取重要部分提交给了法院，向法院起诉王宇婚内出轨，要求他净身出户，并坚决不要王天的抚养权，不过会按月支付抚养费。法院很快受理了。王宇收到法院传票的那一天，给我打了电话，语气里竟然带着一丝商量的口气。江晚，夫妻一场，我们还有一个儿子，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。其实只要你上网上澄清一切都是你为了挽留我设计的，我可以考虑不和你离婚，让你继续当富太太。我直接回了一个字：滚。而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也前后接到王天、王莲的电话轰炸，看我不接，又来发道歉短信，言语中却还带着一丝傲慢。我冷笑着，直接将他们号码拉黑了。王宇一家突然态度大变，可不是良心发现，而是在我那场直播后，他火了，无数谩骂接踵而至，人肉他、网暴他，并扒出小三就是他的下属。他们的公司知道此事后，直接将二人开除，小三连夜卷款跑路了。王莲和王天自然也被人肉出来了。王天有个人渣父亲，被同学嘲笑，压根不敢去学校；而王莲那个准备和他谈婚论嫁的男友，也火速把他甩了。此时，那个正住院等着做手术的婆婆也被牵连到了。本来她就和我在网络上是人人称赞的好婆媳蹿红，如今大家都知道她生了个狼心狗肺的儿子，一个病房的病人。护士医生看见她时，总会投去异样的目光，背后对她指指点点，就是他儿子出轨下属逍遥快活，让老婆床前床后侍候老母亲，捉奸在床的时候还对老婆下狠手了是吧？真恶心呀！看这老太太之前有多快活，现在就有多可怜。她儿子出事后一天没来看过她，住院费还是儿媳之前交的呢。住院费好用完了吧？快叫他儿子来接她。这一家人我看都不是什么好人。王宇最近看联系不上我，竟然搞起了尾随。当我和我妈来到了最终选好的地段，到售楼中心准备付钱的时候，他们父子突然窜了出来。此刻房产销售正在说得起劲呢。这栋别墅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，周围有3家医院、重点高中、商场、公园也是一应俱全，而且都是非富即贵的人入住，社交圈子都提升好几个档次呀。而且呀，这栋别墅是精装修，我们请的国外著名设计师设计的，保准你们满意。我和我妈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目瞪口呆的王宇、王天，没有半点犹豫，好了，就要这栋，直接付钱。销售眼睛一亮，惊讶问：“您不问问多少钱？多少钱？”我妈不在意地问：“5000万，因为这栋地段最好，所以最贵。”她说的有些迟疑，怕我们反悔，全款付清，直接去签合同吧。我妈豪气冲天地甩了甩手上的卡。王天这个蠢货终于忍不住了，我说：“姥姥，你是不是给什么癔症了？就你和我姥爷那点可怜的退休金，想买大别墅做梦吧？我妈和我爸还没离婚呢，兜里1分钱都没有呀。”王宇也在一旁附和：“江晚，你是不是知道我和儿子在后面跟着你，在我们面前演这一出戏，打我们的脸？没必要，待会付钱谎言就会被戳穿。你这样做不是耍人家销售吗？”销售本来还挂着热情的笑容，一听他俩的话，立刻有些狐疑的上下打量我们母女。
我妈看着王天冷笑：“白眼狼，听说你嫌我闺女穷，爸妈离婚，不愿意跟她，也不想想是谁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的。如今我就告诉你，你看不起的穷酸姥姥中上10个亿大奖了，这栋别墅我还真买得起。走，去付款。”销售虽然还面露怀疑，还是把我们请到了贵宾室，而王宇和王天也不死心地跟着，我也没拦。直到看着销售成功刷卡的时候，脸色别提有多精彩了。失望、悔恨、贪婪，前后变换，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。销售此刻脸上只留恭敬。我对刚刚对您的怀疑深表歉意，请拿好钥匙还有合同。又鄙夷地看了眼还在那杵着的父子，请2位离开。我们这支招待贵宾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他们俩还想纠缠，却被保安拖走了，嘴里还不忘大喊：“老婆，是我错了，不离婚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妈，我是你亲儿子呀，别墅应该写我的名，怎么能写姥姥的名字呢？你糊涂呀！”1个星期后，法院下了判决书，王宇婚内出轨，并且行径恶劣，本应净身出户，但王天抚养权判给他，所以房产归我。夫妻共有现金留了10万，用来日后抚养王天，而我因为没有工作，每月付500元抚养费即可。法院过去清房子的那天，我去现场了。王宇一家别提有狼狈了。老太婆没了我的悉心照料，如今也只靠一口气吊着了。就这样还在那骂骂咧咧，江婉你这个贱人，欺骗我和你演好婆媳，如今摆我儿子一道，我要上网上揭穿你。王莲的名牌衣服包包全被王宇当了救急了，如今穿着一身破烂衣裳状似疯癫，不要赶我走，我不要离开这去出租屋，那里又脏又臭，我死也不会去的。王天跪着哭喊，试图抓住我。妈妈，我错了，你别不要我，我以后一定听话，好好孝敬你。我不要跟爸爸生活，我要跟你和姥姥姥爷住大别墅，我要出国留学。事到如今，王宇反而是最平静的一个，他不顾其他人的哭喊，定定地看着我，语气里夹杂着一丝哀求。江婉，我们夫妻20年，哪怕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放过我们一马，把房子留给我们不行吗？王天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，他怎么考得上好的大学？我点了点头，装作一副动容的样子，却说：“可惜，和我无关。”他听完我的回答后，虚伪的表情再也遮不住了，立刻指着我的鼻子开骂：“江婉，作为一个母亲，你竟然如此恶毒！你还有没有一点母亲的责任感？你不怕以后儿子不认你孤独终老吗？责任感？”我嗤笑一声，说了你可能会不信，我呀，就是靠卖他我妈才中上10亿彩票的。可惜呀，你除了渣一无是处，否则也能一夜暴富。王宇显然被我的言论惊到了，觉得我在耍他，做事想要打我，却看我甩了甩手上的马鞭，浑身抖了抖，灰溜溜的进屋继续搬行李。王宇一家被赶走的时候，其实有打算过回老家避避风头，却因为被骂出天际，频频当网络素材被人调侃，热度不退反增，连消息闭塞的农村也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。同村的人都以有这样的邻居为耻，哪还肯让他回去？如今他们全家都挤在30平米的地下室里，天天打架，鸡飞狗跳的，要多热闹就有多热闹。但是迫于网上舆论，他们再也没敢来找我麻烦，见到我躲都来不及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爸妈问过我：“闺女啊，你一直单着也不是办法，就算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生了一个逆子，但是你还是要给自己找个伴呀，否则老了怎么办？”我笑，我现在是个没责任感的人了，结婚生子不是害人家吗？
我还是就这样单着吧。如今我有大笔钱财，经过保养，颜值也回到巅峰期了，好好享受生活不好吗？而且呀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就算是走进了婚姻生活，作为女人也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。谁都会背叛你，但唯独自己不会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我和男神闪婚了，新婚夜人跑了。第二天，他儿子和老妈住进来了，我的狗被挤到了阳台，婆婆各种挑唆孩子闹事，搞得家里鸡飞狗跳。原来不仅后妻不好当，后妈也是个高危职业，谁上岗谁倒霉。我结婚了，简陋的那种。我嫁给了大学时暗恋的白月光男神方柱民。此刻，我们俩盘腿坐在床上拆红包，一张张100元大钞铺满了整个床，红红火火，欢欢喜喜。我一边尖叫，一边在钞票上打滚。方柱民宠溺地望着我，他说：“谢谢你，老婆，我没车没房，你也愿意嫁给我。”我靠在他怀里，瑟瑟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的就是你的，老公，咱们抓紧时间做点其他事吧。”我不安分的小手不老实的四处摸索。突然，老公的手机响了，我们俩一愣，同时睁开眼，气氛有点尴尬。手机一直响，老公咳嗽了一声，接听了。我心里破口大骂：哪个不长眼的王八蛋！明知道人家新婚夜，还大半夜打电话来骚扰。老公一声喂，嗓子都劈裂了。啊，小宝上吐下泻，挂上急诊了吗？好，我马上来。妈，你别急呀。他提着裤子就跳下了床。月月，小宝吃坏肚子了，我得赶紧去医院。挺好，真不愧大学篮球队的。妈年纪大了，一个人在医院忙不过来，我得去看看。这一老一小的，可真会挑时间。他抓着外套就往外冲，我看着急匆匆的背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突然，他又冲回来了，飞扑到我跟前。我嘟着嘴，准备接受这抱歉的吻，他伸手就抓了一把钱，跑了。我一张张数着钱，越数心里越不是滋味。我脱下敬酒服，把红内衣丢地上。可惜了，我这辈子买过最贵的内衣还没用上。我知道，要不是方柱民死了老婆，还有个儿子，这样的帅哥是轮不上我的。但新婚夜把老婆丢下，这操作也实属过分。我叫新月，今年30，属于5分璞女，但我暗恋了多年的白月光，可是货真价实8分帅哥。男神身高1.85米，大学篮球队的，堪称行走的荷尔蒙。而我一晃就到了30，在相亲市场的地位一跌再跌。好在没有男人耽误我搞事业，我的淘宝店赚了钱，自己还按揭了房和车，就是过年的日子难熬。我一回老家，我妈就开始哭，我爸就开始骂，没人介绍的对象，已经从小城公务员事业编，变成了离异2婚大肚腩，还要我在家相夫教子那种。但没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从下半身瘫痪的稳重男，到吃过牢饭的编制人员，再到蹦起来1.8米的官夫，短短1个星期，我见识到了方圆百里各种奇葩。最后，我爸一拍桌，说他单位还有个快退休的老头，有车有房，没爹没娘，还有退休金。我一结婚，就能步入稳定幸福的婚姻生活。年纪大的男人会疼人。我爸刚说完，我妈就一爪子挠他脸上了。好好一个除夕夜，我缩在房间气得瑟瑟发抖。我大姨问我是不是变态了，我二姑说我是不是愁男了，我三舅怀疑我身体有病，我表叔问我是不是给人当小三了。我一个女人咋能在省会买车买房，不靠男人？这不可能。你看，女人人生中最大的恶意，竟然来自你的亲人。
我这辈子就想为自己活一回，有什么错？我不想将就过日子，凑合结婚。如果不是和爱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，那我宁愿不结婚。事实证明，我还是太年轻了。晚上，我突然刷到了男神方著民的朋友圈，他配了一张月亮的图，寂寞得让我心疼。文案是：我想有个家。我立刻以拜年问候为由，把大学同学都八卦了个遍，终于拼凑出了一个悲惨的故事。男神和老婆青梅竹马，大学毕业后就结婚生孩子了，但他老婆有病，男神一直不离不弃。后来男神老婆死了，他养着儿子和老人，日子也不好过，大厂裁员，男神被裁了，连房子也卖了。我立刻发了个嗨，新年快乐呀！过去，男神回新年快乐。我们俩聊了大半夜，我把对他的暗恋倒豆子一样说了出来。我30了，已经不想再错过自己喜欢的人了。他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发了一张照片过来，他抱着6岁的儿子，笑得很温柔。我说我也想有个家。男神发来了一句话，让我瞬间尖叫了起来。我妈以为我想不开要自杀，踹开门进来时，我已经哭成了泪人。男神说：我们结婚吧。我说好。第2天中午，方著民就提着茅台来我家了。他和我爸喝了3小时酒，婚事谈妥了。哪怕他有个儿子，又没车没房，但我爸依旧觉得方著民是个好男人。就冲我和方著民站一起，谁看都是我赚。我妈电话火速通知7大姑8大姨来参观未来姑爷，大家赞叹连连，一边说恭喜，一边偷偷问我妈，我是不是遇上杀猪盘了？我妈气得冒烟，说这些人就是见不得咱们家好，婚礼一定得办，大办。我这么多年送出去的礼钱，统统得收回来。婚礼在老家办的，热闹中带着仓促。方著民很腼腆，他说儿子怕生就没来，老人身体也不舒服，希望我不要介意。我当然不介意了，只是站在他面前的我，隐隐有些自卑。他高大帅气，我相貌平平，我这个漏显得属实有点忐忑。婚礼结束后，我和方著民开了2小时车，回到了省城我的房子里。我爸妈彻底扬眉吐气，把收的礼钱全给了我。我提着1兜钱，旁边还有个帅气的老公，顿时觉得意气风发，人生无悔。但我万分期待的新婚夜，却以老公消失为结束。而这才只是刚开始，天蒙蒙亮了，方著民还没回来。我打了3通电话，都无人接听。直到中午，他才一脸疲惫地回到家。我已经做好了一桌菜。他说我妈图便宜，买了不新鲜的虾，一老一小都吃坏肚子了。他坐在桌边，特别自然地吃起了午饭。他说老婆，我能求你一件事吗？我笑，我们现在是2口子了，说啥求不求的。他头也没抬，一直夹菜。我以前那房子不是卖了吗？现在妈带着小宝一直租房子住。我们俩结婚结得仓促，小宝一直怕我不要他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里带着泪的那种。我琢磨了一下，算是听明白了点什么。房东昨天给我打电话，他准备卖房子去澳大利亚了，他女儿在那边。我这慌慌张张的，又去看了3套房子，都不太合适。我犹犹豫豫开口，要不你让小宝和你妈暂时住我这儿过渡一下。我这儿虽然是小2居，但暂时挤问题也不大。你找到了满意的房子，再搬。他看了一眼旺财，那你的狗？我勾勾手，旺财立刻跳到我腿上。我说一只小泰迪，不会咬人的，放心吧。下午我去了一趟工厂看面料，晚上回家，差点以为进错了门。客厅中堆满了大包小包的行李，
一辆儿童自行车、滑板车，还有零零碎碎的玩具散乱在地上。我的狗卑微地躲在阳台沙发上，整整齐齐坐了3个人在看动画片。方柱民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呢？做饭了吧？孩子饿了。”我看着空荡荡的桌子，冷冰冰的厨房，有点头痛。我说：“已经6点半了，要不点外卖或者出去吃吧？这个点做好了得8点了。”房住民皱眉：“那不行啊，孩子和老人肠胃还没恢复呢，医生让吃清淡点。”我想说：“你搁这儿避避避，自己咋不去做呢？”但想想才结婚第1天，算了，我点了清粥小菜，特别备注老人孩子肠胃不适，少放调料。半小时后，外卖送来了，我把稀饭小菜整整齐齐摆桌上了。3人还盯着动画片，屁股都不挪一下。我看着方柱民的脸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我故作欢快：“吃饭了。”方柱民盯着一桌子外卖，叹了一口气。老太太说：“哎，外头的外卖听说特别脏，别晚上又去吊盐水了。”小宝埋头一阵疯狂呼噜粥，一双筷子在盘子里四处翻腾，精致的小菜被翻得满桌都是。我突然就没有了胃口。我的狗吃狗粮都不会这么没家教。我轻言细语：“小宝呀，我们吃菜就夹自己这边行嘛，不能把所有的盘子翻得乱七八糟，因为桌上还有其他人也在吃。”小宝撇着嘴，可怜巴巴地看向方柱民：“爸爸。”老太太立刻捂住小宝的嘴：“这是别人的房子，他不让你吃，你就不能吃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抢下小宝的筷子，用力打他的手。小宝立刻痛得大哭起来。这一番骚操作把我看傻了。方柱民看着我，眼神颤抖。我结结巴巴：“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方柱民拉着孩子的手，咬着后槽牙说：“小月，如果不欢迎妈和我儿子，你可以直接说，别阴阳怪气，指桑骂槐成吗？”老太太已经搂着她的大孙子哭了起来。一顿外卖而已，真不至于。我立刻喊：“停停停！可能大家相处第1天，不习惯彼此说话方式。我解释一下呀，我完全没有任何弦外之音，只是简单提醒一下孩子的用餐方式。小宝，阿姨绝对没有不让你吃饭的意思，你要吃啥，尽管说，阿姨给你点，成吗？”嗷嗷哭的小宝突然消停了，冲我咧嘴一笑。老太太还想说啥，我立刻截住她的话头：“但是这2天咱们好好吃清淡的，肠胃养好了，不吃药了，咱们再吃其他的好吗？”老太太撇撇嘴，不吱声了。方柱民长松了一口气，这顿饭吃得异常沉重。吃完了，老太太又带着小宝躺在了沙发上。方柱民给儿子读绘本，桌上一片狼藉。我默默收拾好桌子，走到阳台上喂狗。老太太立刻搂紧她的大孙子，喊了起来：“哎呀，狗身上细菌那么多，可别咬着小宝了。我们小宝怕狗，狂犬病好吓人的。你的狗打针没？赶紧送走吧。房子本来就小，养啥狗啊？”我还没还嘴，方柱民已经开口了：“妈，你少说2句。”老太太哀怨地瞥了我一眼。为了避免卫生间拥挤，我快速洗漱，回到了主卧。快11点了，方柱民还没进来。我心情复杂地脱下性感内衣，换上大 T 恤，睡了。真是人间不值得。迷迷糊糊中，听到客厅一阵吵闹，我翻了个身，继续睡。突然有人开门进来，直接掀开了我的被子。你看看几点了？咋还不起来做饭呢？有这样给人当老婆的？老公饿着肚子去上班，孩子老人也没吃的，
你这种懒婆娘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到。我揉着眼睛坐起来，竟然是方柱民的妈。老太太扯着嗓子骂：“你妈咋教你的？好吃懒做成这样，怪不得一把年纪了还嫁不出去，真是没家教。”我给气笑了。首先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爱睡到几点睡几点。小区外3个早点铺子，爱吃啥自己买。如果不愿意，你爱吃啥爱做啥。厨房在那儿，您请便。我有没有家教不需要您避，但不敲门就进别人卧室，这才是真的没家教。你也别着急给我立规矩，我不是好拿捏的软柿子。房住民说你们房子到期了，暂时住几天过渡一下，咱们尽量和和气气好吧，别冲我嚷嚷，也给在家里大嗓门。我的狗不喜欢。老太太的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气鼓鼓地摔门而出。客厅乱得像个垃圾场，小宝趴在地上轰隆隆开着火车，脸上挂着鼻涕。我于心不忍，抽了张湿巾，正要给他擦脸，老太太突然冲过来，把我推开，尖叫：“你想干啥？”我跌倒在沙发上，一脸蒙圈。我挥着湿巾：“我给孩子擦鼻涕呀，早晨起来给孩子洗把脸吧。这都快10点了，小宝还没吃东西吗？”老太太叉腰，理直气壮：“你不做，我们吃啥？”我笑了：“行吧，那就饿着吧。”我牵着旺财出去溜了一圈，还是买了点包子稀饭，又给小宝买了一把新牙刷和洗脸巾。回到家，老太太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小宝看得2个眼睛都直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招呼小宝洗手吃饭。老太太直接坐桌边，狼吞虎咽了起来。小宝看着我怀里的旺财，很是羡慕。我说：“别怕，狗狗很好的，你对它好，它就对你好。你要不要摸摸它？”小宝小心翼翼伸出手，刚要摸到狗头，老太太就喊了起来：“不怕狗咬死你！”小宝吓得立刻缩回手，怯生生看着我。我抱着旺财，看着一惊一乍的老太太，说：“您平时就这么吓孩子的？一天到晚带着孩子看电视，也不带孩子出去交朋友玩。听方住民说你坚持让孩子从幼儿园退学，说孩子老生病，被同学欺负，还被老师打。您这种带法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识。知道的，以为是亲孙子，不知道还以为是仇人呢。”老太太一把搂过小宝，撕心裂肺喊叫了起来：“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小民是倒了8辈子血霉呀！给我的宝找了个没良心的后妈，欺负我们一老一小啊，连饭也不给吃一口啊！”我皱眉，说话就说话，咋还吊起了嗓子呢？看看时间，我该去看样医了。我说：“小宝，不能一直看电视，眼睛会散光近视，让眼睛暂时歇一歇，让奶奶带你出去遛弯好吗？阿姨给你买了新牙刷、新毛巾，我们早晚刷牙，饭前便后要洗手，知道吗？”小宝乖乖地点点头。我拉着小宝的手：“不用害怕小狗，它们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这里也是旺财的家，所以别把旺财关阳台上，大胆和它玩，不能打狗狗，不能扯狗狗的尾巴，不能抢狗狗嘴里的东西，知道吗？阿姨的架子上有狗饼干、狗罐头，你可以给一把狗饼干或者半个狗罐头。”小宝立刻去抓了一把狗饼干，旺财欢快地摇起了尾巴，两人已经玩成了一团。老太太撇着嘴，鼻孔鼓得老大。我放低声音说：“阿姨，对街就是大超市，走10分钟就行了。我要工作到晚上才能回来。你和小宝爱吃啥，自己买，关好燃气，注意安全。您没事就带小宝出去溜溜呗。超市楼上有书店，小宝喜欢什么书就买几本。这是家里的钥匙，我给您一把。”我从钱包里拿出1000块钱，塞进他手里。老太太看着我，
眼神复杂。关门的瞬间，我长长吐了一口气。我这不是结婚，我这是请了尊神。走到车库，我才想起车让方柱民开走了。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我妈。她兴高采烈问：咋样？结婚是不是特别好，特别幸福？有了家，有了归属感，再有个孩子，人才没有白来这世间走一回。我说不怎么样，私人空间没了，男人就用一张嘴生活，其他的烂摊子全给女人。早晨他妈直接进我房间掀被子，让我起来给一老一小做早饭，说我没家教，骂我懒，怪不得一把年纪嫁不出去。我妈直接怒了：你婆婆咋来了？你那地儿这么小，住得下？住你房子还给你立规矩，要脸不要了？你老公怎么说？不可能一直住你那儿吧？我叹气，方柱民忙面试呢，我睡觉见不着人，起床也见不着人，我这地方跟旅馆似的。他把他妈和儿子丢过来，自己屁股一拍走了。我妈难以置信：那你这个婚算倍速快进了吧？直接伺候婆婆和孩子了，怪不得方柱民这么好说话，原来是让你当后妈呀。我说孩子不麻烦，婆婆难伺候，跟老佛爷一样，我只想躲外头耳根子清净。我一靠近小宝，婆婆就跟我要杀人似的，她脑子有毛病吧？我妈说：小月呀，这才刚开始，任何婚姻都有磨合的时候。虽然方柱民做事不太地道，但人家一开始也没欺瞒你。你也知道他上有老下有小，妈也是老人了，知道你婆婆心头的想法，怕你这个后妈对孩子不好，怕方柱民有了你就不管他不管孩子了。你头婚以后肯定也是要生孩子的，和你婆婆好好沟通吧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也别让方柱民为难。我直叹气，挂断了电话。一整天方柱民微信问候都没一个，嘿，闪婚还闪出了老夫老妻的感情了。我忙到晚上9点才回家，老太太早早带小宝回屋了。旺财在阳台的狗窝里安静如鸡，似乎睡着了。方柱民出来迎接我，他说工作定了，薪水也还行。妈说你给他钱了，让给小宝买东西。小月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女人。他在我脸上亲了一下。累了吧？吃过饭没？赶紧去洗漱一下，晚上让我好好伺候你。他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兴致很高。迟来的新婚夜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人心，干柴烈火，消耗的卡路里还没我跑10分钟不大。讲真，我有点失望。就这，方柱民在我额头吻了吻，问我厉不厉害，老公是不是全世界最棒的男人，其他的肯定没我强是不是？我拉起被子盖住头，假装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方柱民也早早走了，老太太大概带小宝出去吃早饭了。家里难得这么安静。我起床喊旺财，狗窝里没动静。我冲到阳台，盆里的狗粮基本没动。旺财在狗窝里奄奄看了我一眼，我赶紧去抱他，刚碰到他，旺财就呜呜了起来。病了，他的毛怎么会有点湿呢？我轻手轻脚把他抱出来，旺财疼得直呜呜。我立刻打车冲到最近的宠物医院。医生检查一番后，皱眉问我：你虐狗？我啥？医生说你的狗被人用开水烫了。我气得一股血直冲脑门。旺财需要剃毛住院养伤。我看着奄奄一息的小狗，眼泪都气出来了。我冲回家时，老太太在给小宝剥葡萄。我怒吼：谁干的？用开水烫我的狗！小宝怯生生看着我，老太太翻了个大白眼：谁有闲心管你的狗啊？我照顾我大孙子还忙不过来呢，别给我扯这些。
老太太用手肘捅了一下小宝，小宝小心翼翼说：“啊，阿姨，是我喝水的时候不小心。”啪！我一巴掌招呼了过去。我可不惯熊孩子，小宝直接嗷一声哭了出来。老太太一见孙子被打，立刻把一串葡萄砸我脸上，扑过来就抓我的脸。我疼得喊了一声，把他推倒在沙发上，滚，滚出去！我半小时后回来，如果人和东西还在，我全给你们丢出去。小宝扁着嘴，脸肿得老高，他磕磕巴巴说：“阿姨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看着他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我意识到自己下手太重了。但用开水烫狗，这种虐待动物的行为本身就很变态。我开始怀疑小宝是否有反社会人格。我回到宠物医院，旺财浑身涂满了药，见我来了，才勉强睁开眼睛。他的毛被剃了许多，烫伤的地方触目惊心。我从微信中找出了当年最八卦的同学，问起了方柱民前妻的情况。这一问，竟然问出了一个恐怖的真相。我失魂落魄回到家时，老太太衣衫不整，蓬乱着头发，瘫坐在地上哭。小宝竟然被锁在狭小的狗笼里，他身上一件衣服也没有，只穿了条小裤衩。你有病吧？你把小宝锁笼子里！我赶紧把小宝从笼子里抱出来，但小宝死死抓着铁栏杆，一边哭一边挣扎。你在干什么？方柱民一声怒吼，我愣住了。老太太瞬间扑过去，嚎啕大哭：“这个女人不是人啊！小民，她打我，你看看我的头，被她打烂了。她抓我的头发，大嘴巴一下下抽我，打我就算了，她还折磨小宝。她说小宝烫了她的狗，她把小宝塞狗笼子里关着。小民，我们走。后老婆后妈没一个好东西。”我闭上眼，难以置信，这个老太婆真是个戏精影后。我刚抱小宝出来，方柱民就把小宝抢过去，恶狠狠瞪着我。新月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女人。妈一开始说你不是好人，我还不信。她说你不做饭，饿孩子肚子，我也不信。你竟然还打老人，虐待孩子。你这种人，怪不得一把年纪了还嫁不出去。我信了你的花言巧语，和你结婚，我没法和你过了。离婚，立刻离！你这个心肠恶毒的坏女人！我已经气得快要炸了，耳朵里全是老太太的哭嚎，还有方柱民越来越大声的谩骂。这明明就是我的房子，我的狗被开水烫成了重伤住院，好好的家里住进来2个陌生人，塞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占据了我和狗的空间。我还有错了。我抓了抓头发，突然看到了客厅角落闪烁的红点。我差点忘了自己在家装了监控。过年回家送旺财去宠物店寄养时，我以为自己已经把监控关了。好家伙，幸亏没关。我打开手机，找出监控录像，递到方柱民眼前。我说：“来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原本坐在地板上拍着大腿号啕哭的老太太，瞬间坐了起来。她冲到我跟前，想要抢手机。我怒骂：“你怕什么？怕方柱民看到真相？你演技再好，能好过事实？”老太太见抢不过，直接上手拍，想要把我手机砸地上。我盯着方柱民：“你再不拦住你妈，我真上手了呀！尊老爱幼也是有底线的。”方柱民犹豫着拦住了老太太，老太太顺势又倒在地上哭喊了起来。小宝吓得抱住脑袋缩成一团，索索发抖。监控中，老太太和小宝在厨房，旺财摇着尾巴找小宝，老太太踢了旺财2脚，旺财冲他汪汪叫。老太太拿起开水壶，直接淋在了旺财身上。
旺财跑，老太太追，监控中清晰可见，滚烫的开水冒着白烟，旺财惨叫连连，小宝一直哭喊：“不要，不要烫狗狗，不要烫！”老太太骂：“这破狗，敢咬我，信不信我立刻把你炖了？”老太太看看时间，开始拖地，整理犯罪现场。她搂着小宝说：“宝啊，奶奶不是故意的，要不是你要喝水，狗崽子跟过来咬我，我也不会烫它。你千万不能让那个凶阿姨知道啊！她知道奶奶烫她的狗会把奶奶赶走的。奶奶走了，她打你可咋办？奶奶走了，你爸和他会生弟弟妹妹，你也会被赶走的。到时候你到哪儿去找奶奶呀？你只能流落街头，被人打断手脚，要钱去喽。”看到这里，方柱民的表情像吃了屎一样。监控中永远都是老太太躺沙发上嗑瓜子、吃水果、睡大觉，小宝饿得和旺财一起吃狗饼干。一听见门响，老太太开始把水果往小宝嘴里塞，又是那个慈祥可亲的奶奶了。老太太不张狂了，开始捂着胸口抽抽搭搭，捶打自己喊命苦。她要去拉小宝，方柱民立刻把小宝抱了起来。老太太扑了个空，张大嘴，愣在那儿，眼珠子一翻，她晕了。方柱民也吓到了，想要去扶。我说：“你等等，看完今天的大戏再说。”我直接拉进度条。监控中，我起床发现旺财受伤，小宝顶包，我扇了小宝一巴掌。老太太撕扯我，我推了她一把，又走了。精彩的全在后头。老太太开始扯自己头发，一边扯一边抽自己耳光，然后拿头砰砰往墙上撞。小宝吓得又是一顿哭喊。老太太打完了自己，开始打小宝。她一边打一边咒骂：“都怪你，你不招惹狗崽子屁事没有。你喜欢狗，你就当狗去吧。”她扒掉小宝的衣裤，硬生生把小宝塞进了狭小的狗笼中，忙活完了一切。她开始拍着膝盖哭爹喊娘的给方柱民打电话。没多久，我回来了。我想把小宝从笼子里抱出来，就被方柱民逮了个正着。如果不是监控视频，我长一千长嘴也说不清楚。小月呀，老人家年纪大了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，他人不坏的，就是糊涂了点。方柱民看完了视频，轻飘飘说了2句话：“我明白。”他还想和稀泥，我难以置信。他虐狗、虐孩子，表演型人格，你真的不去查一查他的精神状态吗？方柱民突然跳脚了：“你什么意思？狗咬人，妈烫他，一个畜生，你这么较真干啥？”我问：“那小宝呢？扒光孩子衣服塞狗笼，天天恐吓孩子，让孩子给他背锅。你亲儿子，你也不较真了，你把头埋沙子里当鸵鸟，你就是好儿子了。你别给我装傻，她根本就不是你妈，她是你前丈母娘。”方柱民立刻颓了下去。他说：“小月，别说了，老太太还不干了，让她说，我看她能说出啥话来。我是她丈母娘，她就是我女婿，但是她答应过我女儿，这辈子得给我养老送终，把我当亲妈伺候。你算老几？你和我女儿比起来，一个是鲜花，一个是臭狗屎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啥德行？小民能娶你，是看得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”我一个大嘴巴抽了过去。你怎么不说你女儿怎么死的？在精神病院跳楼自杀。精神病这种病是会遗传的，看看你怎么折磨小宝，就能想到你女儿在你手里长大有多惨。你用你女儿的死道德绑架方柱民，你怕老无所依，你就千方百计控制小宝，你让小宝离不开你。你不是爱孩子，你他妈就是个死变态。
方柱民垂着头，肩膀颤抖。老太太抓着桌上的水果刀就要捅我，我指着监控大喊：“你敢！你的一举一动我全都拍下来了。你怎么打孩子，怎么虐待孩子，全都有。方柱民，你再放任这个老太婆作恶，你儿子这辈子就完蛋了。谁落他手里，都会被逼成精神病。”方柱民抬头，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都没想过，怎么会这样巧？我们俩新婚夜，小宝就吃坏肚子了。你怎么确定是他贪图便宜，不是故意买坏虾？他心里已经彻底扭曲变态了，你还护着他？我看你是存心想让你儿子死。你以为装聋作哑就万事大吉？你屁股一拍去上班了，把烂摊子给我收拾是吧？你以为娶个老婆回家，这些事儿就解决了？你既完成了对你前妻的承诺，又有人给你看儿子是吧？你那是娶老婆还是找保姆？”我口吐芬芳，一阵狂怼，方柱民哑口无言。我拿出毛毯给小宝裹上，小宝脸上挂满了眼泪。我看着他圆圆的眼睛，就像看到了我可怜的旺财。我揉着他的脸：“对不起，阿姨不应该对你动手，但是以后不管你奶奶，不，你外婆，别管她怎么忽悠你，让你说谎，你都别听。真正对你好，爱你的人，不会让你一直吃零食，一直看电视，不会不让你上学。一个大坏蛋，不管是谁，哪怕是你亲爸亲妈亲外婆，你心里都要明白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坏。你要勇敢告诉你爸爸事情的真相。你爸不敢，也不会不要你。弃养孩子是犯法的，你要去上幼儿园，去上小学，去和别的小朋友玩。他敢打你，你就告诉爸爸，爸爸不管你就报警。”小宝依旧胆怯地看着老太太，老太太举着刀，一脸狰狞。方柱民用手搓了搓脸，终于说：“妈，我们分开过吧，我得把小宝送去幼儿园。如果你觉得一个人生活困难，我花钱送你去养老院。”老太太盯着我笑：“你以为把我赶走，你们就能过好日子了？你呀，还是太年轻了。我女儿跟了方柱民10多年，她有多漂亮，你肯定不知道。男人摘过鲜花了，会看得上野草。告诉你吧，他为了给我女儿表忠心，早结扎了。他娶你，不过是看上你长得老实，能赚钱，有房子有车子，他不需要在你身上费劲儿，你都会眼巴巴跟着他走。别人的种是养不亲的。小宝身上流着我的血，他妈的血，他爸的血，就是和你没半毛钱关系。以后孩子成才了，那是基因好，但凡孩子有点磕磕碰碰，你这个后妈就是个罪人。你倒贴房车，还替人养孩子，你不是保姆是啥？”我走过去，盯着他那双浑浊又恶心的眼睛，平静地把刀拿走了。我刀子有点贵，你别弄脏了。老太太，你两面三刀各种挑唆没用，留着点精神气儿，多活几年吧。是，我是长得很一般，方柱民长得高大帅气，那又怎么样？我稀里糊涂结婚了，是我活得太梦幻，但我现在清醒了。买猪得看圈才行。我看着方柱民说：“我今晚不回来了。你们收拾一下，直接搬走吧。”我心疼小宝，但我也不是圣母，没必要给你当免费保姆。你是小宝的爸爸，最好带小宝去看一下心理医生。那块烫手的老山芋，你留在身边，迟早出事。仔细想想吧，你前妻为什么会发疯？为什么会寻死？想想你看到的一切，想想你儿子的遭遇，你再放任不管，小宝迟早出事。我会在网上预约离婚，成功后截图给你，到时候民政局见，别作妖。有监控呢。我看着可怜巴巴的小宝，
叹了一口气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1个半月后，我顺利拿到了离婚证。我妈垂头丧气，我爸唉声叹气，但我觉得没啥，自己的人生自己走，在婚姻上不成熟，栽了跟头，我爬起来就是了。我闪婚闪离的消息再度传了出去，八卦同学后来告诉我，房住民还是把丈母娘送进养老院了。我笑，其实精神病院比较合适，人呐，真不能只看外表。这场婚姻治好了我的重度颜狗病，从这以后，我再也不以貌取人了。至于还结不结婚，随缘吧，至少我还有我的狗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